川普一上台就放了个大招，2月1号签了个行政令，说要对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这消息一出来，离岸人民币立马就扛不住了，直接跌破 7.33， 创下1月以来新低。你们说这是闹的？过年都不让中国当权者消停啊！我们来看看这事儿到底有多严重。大家还记得2018年那会儿是啥情况不？那时候川普第一次搞关税战，把人民币从 6.3 一路打到 7.2。现在好了，直接从 7.3 开始跌，这是要往哪儿跌呀？野村证券都放出狠话了，说今年第2季度人民币能跌到 7.6。我算算啊，这跌幅都快赶上2018年那波了。而且更搞笑的是，中国商务部出来放狠话，说要去 WTO 告他，还说要采取反制措施。我就想问问，你拿什么反制啊？中国现在出口占 GDP 的比重都快掉到 30% 了，这都快赶上改革开放初期了。再看看中国对美出口，从2018年占总出口的 19.23%， 一路跌到现在只剩 14.13% 了。说白了，就是美国不跟你玩了，你拿头反制去。但是大家别急，这还不算最惨的。我给你们翻了翻央行的数据，发现更刺激的是中美利差。现在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已经扩大到290个基点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有钱的都往美国跑。1月底的时候，美元指数都飙到 108.53 了，一周就涨了 1% 以上。这美元凶得很啊，简直就是个吸金兽。不过最逗的是那些官老爷的做派。央行在1月9号慌慌张张的在香港发了600亿人民币央票，号称是要稳定汇率。结果呢，人民币就反弹了可怜的150个点，连个水花都没激起。这就跟大家在着火的房子里扔一杯水，图个心理安慰罢了。市场上有分析师说了，这次川普不会一下子把关税加到 60%， 会慢慢来。这话说的跟在给病人打预防针似的，生怕大家一下子受不了。但是你再看看数据，去年中国外贸总额 43.85 万亿，同比增长才 5%， 这增速放在以前都不够塞牙缝的。现在好了，连这点增长可能都保不住了。我跟你们说啊，现在市场上的人都在看2个事，一个是川普到底会加多少关税，另一个就是中美利差会不会继续扩大。但是从目前的形势看，这2个方向都不太妙。美联储现在通胀都还没完全控制住，哪有心思管你人民币死活？人家12月的 PCE 物价指数环比还涨了 0.3% 呢。所以啊，这次的汇率保卫战估计又得让央行大出血了。不是我说丧气话，你看看高盛的预测说3个月内人民币就得贬到 7.4， 半年到1年内奔着 7.5 去。这要是让他们说准了，那可真是让人情何以堪啊！说到这儿，咱们不得不说说央行最近的那些花招了。你们知道吗？央行这次是真慌了。1月13号一个大招，把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 1.5 提到 1.75。这说人话是啥意思呢？就是让企业可以多借点外债进来，想用这招来增加国内的美元流动性。但是我给你们算个账啊，现在中美利差都290个基点了，你让企业借外债，人家企业都不傻。你借1亿美元回来，1年光利息差价就得亏290万美元，谁愿意做这赔本买卖啊？再说了，你借外债进来不还得还吗？这不是饮鸩止渴吗？而且更逗的是什么呢？央行还在香港搞了个600亿人民币央票的大招。好家伙，这可是历史最高规模。央行想用这招把离岸人民币利率抬高，当天离岸隔夜利率还真就飙到 8% 以上了。但你猜怎么着，人民币汇率就反弹了可怜巴巴的150个点，连个像样的反弹都没整出来。
我知道有些朋友会说，你看央行不是还有很多招数吗？比如严控中间价、释放美元流动性什么的。但问题是啊，这些招数中国在2018年就用过了，那时候从 6.3 打到 7.2， 现在从 7.3 开始跌，你觉得这些老掉牙的招数还管用吗？更糟糕的是，现在全球金融市场都在盯着美联储看。美国12月的 PCE 物价指数环比涨了 0.3%， 通胀这只老虎还没驯服呢。1月份美联储开会，愣是一点降息的意思都没有，把利率维持在 4.25% 至 4.5% 的高位。你说这种情况下，中国央行敢轻易降息吗？来看看海关的数据就知道问题有多严重了。2024年中国外贸总额是 43.85 万亿，同比增长 5%。 这个数字看着还不错是吧？但是你要知道，这里面水分可大了。一是有抢出口因素，二是有价格上涨因素。真实的出口增长，怕是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保不住。有分析师说，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平均关税水平可能会上升20个百分点，到 32% 左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出口份额可能会减少1个百分点。听起来好像不多是吧？但你要知道，全球贸易市场就这么大，1个百分点就是数千亿美元的生意啊！而且更要命的是，中国现在已经不像2018年那么能扛了。那会儿中国外储接近4万亿美元，现在只剩3万多亿了。那会儿中国经济增速还有 6% 多，现在连 5% 都难保。那会儿房地产还能撑着，现在是浑身是伤。你说这种情况下，拿什么去扛这场汇率保卫战？有意思的是，就在央行忙着救火的时候，一帮大鳄已经开始压住人民币会跌。高盛预测说，3个月内人民币得跌到 7.4， 野村更狠，说2季度能跌到 7.6。 你看看，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你别费劲了，该跌还得跌。为什么这些国际投行一个个都这么看空人民币？因为他们都看到一个事实，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已经撑不起强势人民币了。过去靠房地产、靠出口，现在这2个引擎都熄火了，拿什么去支撑汇率？那么说到最后，咱们来聊聊这事儿到底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吧，这次的汇率保卫战跟以前可不太一样。先说说最近这些国际大型为啥都在唱空人民币。你们发现没有，高盛、野村这些大行从来不会无缘无故放出预测。他们说人民币会跌到 7.4、7.6， 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我给大家翻了翻他们的研报，发现他们都提到一个关键词：结构性问题。什么是结构性问题？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2018年那会儿打贸易战，中国外贸企业还能通过降价来保住订单。现在呢，企业的利润率已经薄得跟纸似的了，再降价就得倒闭了。那些说中国制造业韧性强的人，建议他们去工厂看看，看看现在工厂的订单有多难接。而且更要命的是，现在这些外贸企业赚到的美元都不愿意结汇了。为啥？因为大家都觉得人民币还得跌，你现在结汇等于是用 7.3 的价格卖美元，万一后面跌到 7.6 了，那不是亏大发了？所以这些企业宁可把美元存着，等汇率跌得更狠的时候再说。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不结汇，人民币就越容易跌，越是往下跌，大家就越不愿意结汇。再说说川普这招加征关税的真正杀伤力，表面上看是加了 10% 的关税，但你们想过没有，现在全球产业链都在重构，大家都在找中国以外的供应商。这次加征关税就是给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离开中国的企业一个最后的推力。说到这儿，我必须要提一个数据。2024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是多少？你们知道吗？2800多亿美元，
这么大的顺差，说白了就是美国人在用美元换中国的商品。现在好了，川普这是要把水龙头给拧小了，你说这仗要怎么打？现在中国央行的处境，我觉得特别像是在走钢丝，一边是不断扩大的中美利差在推着人民币往下跌，一边是国内经济复苏需要稳定的汇率环境。你降息吧，利差更大了，汇率压力更大；你不降息吧，实体经济喘不过气来。这就是典型的进退两难。我知道有些朋友会说，没事，咱们不是还有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吗？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数字看着吓人，用起来可经不起造。就拿2015年那次汇改来说，短短几个月就用掉了1万多亿美元。你现在要是再来这么一次，外储还够用吗？更糟糕的是，这次的汇率贬值压力可能会持续很久。为什么？因为美国那边的通胀问题还没解决。美联储1月份的会议纪要都说了，现在还不是开始降息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290基点的利差可能还会继续扩大。